OPPO Find X3 系列已经正式发布，并分别由骁龙870和骁龙888芯片驱动这两款产品。此外，今年新的设计造型也很绚丽，不得不让我们更注意起来它的后置相机模组。仔细一看， OPPO Find X3 系列似乎复制了 iPhone 12 Pro 的相机布局。当然，有些人也会说，在智能手机上安装4摄头的方法太多了，这可能仅是相似而已。其苹果最早推出的3重镜头模组，最早是出现在 iPhone 11 Pro 系列身上，再到后来，所有手机制造商都提出了自己的镜头布局后， iPhone 11 Pro 的3摄头布局却被受到了极大嘲笑，称之欲罢不能。再到后来， iPhone 11 Pro 的造型似乎很受欢迎。回到 OPPO Find X3 系列身上，在机身背部可见拥有流线型过渡的后置镜头模组。虽然有新的元素和风格，但 OPPO 的后置镜头多少还是有采用苹果的设计布局。虽说设计风格样式不一样，但确实复制了设计理念。设计造型不能代表一切，不管怎么说， OPPO Find X3 系列确实非常是优秀的设备。最主要，它在后置镜头中还加入了微距变焦，堪称显微镜。同时，这次5000万像素的2颗双主摄也是其特色之一。如果说屏幕方面，我觉得最能拿得出来说的是提供了 LTPO 技术的那块屏幕，其自适应刷新率范围为5到120赫兹。OPPO Find X3 系列作为旗舰产品，在今年配备的无线充电功率仅为30瓦，这让人很疑惑。而现在 OPPO 高管解释了这一答案，其表示 OPPO 公司的目标不是通过更高效的充电速率进行瞬时充满电，而是采用30瓦的无线充电来维持连续稳定的充电过程，并在整个充电时间里持续一致的功率。简单的讲， OPPO 为旗舰产品选择30瓦无线充电功率，并将充电功率维持更长时间，这是保证电池的耐用性以及压缩到最小的电池损耗率，同时控制发热。此外， OPPO 高管还谈到了 Find X3 系列中的 Z 轴线性马达，并指出所有硬件的选择不会降低用户体验。尽管 Find X3 系列没有使用上一代的 Find X2 系列中的 X 轴线性马达，但 OPPO 依靠使用软件算法和马达的组合来调整振动曲线，以提供最佳的体验。换句话说，这颗 Z 轴线性马达它仍可通过振动系统提供出色的体验和良好的用户反馈。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，欢迎在下方交流互动与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